各位亲爱的朋友，在地球开会是最难的，在火星开会是最爽的，因为我们是火星情报局。让我们热烈欢迎火星情报局局长登场。战争出来了，战争房啊！好，各位好，大家好！在地球上开会是最烦的，在火星开会是最爽的，因为我们是火星情报局。听不见！感谢地球友好单位优酷的大力支持了！哎，火星我们又回来了，同学们！我们还是要隆重欢迎一下那出现在火星势必引起轰动的大张伟老师！谢谢各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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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哎，大张，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应该是从第1季的时候录预备带的时候你就在了。对对对。后来正式录的时候没选上，那时候是录过小 demo。然后我一直就待着就谋了，然后这个节目对于我来说就谋了，呆谋了。而且2位已经很久没合体了，南薛北张，还有西洋笛哦，西洋笛哇！开玩笑，3大综艺神兽啊，终于聚集了。谢谢承让啊！哇，杨迪，你是副局长了？对呀，我一直是，你是健忘了吗？我们俩已经是副局长了。是，我不是一直都是副局长了吗？2季了。这儿还一个呢，我也是副局长啊。你也是副局长？对，那您当然是。那开玩笑。我当然也是副局长啦，哈哈，同学们。啊？不是，我一直觉得你应该当局长了，该到你了呀。为什么？你是心里话吗？不是，这是。但我觉得该到你当局长，真的吗？这么多季了。哎呀，你岁数都到了，我马上要领退休证了，是不是？我们还是把这个局长这个位置还是留给汪涵老师。那必须得是，涵哥就是咱们的局长，我们一直等他归来。是。哎呀，其实你看，我们这里还有一位副局长。啊，对。维维了，哎呀。我是最亲民的局长，我要离大家更近。所以今天我们都是副局长。好。哎，身份的事情我们先说清楚了，对不对？对啊！我一直非常好奇，你们看一下，刘副局长旁边还有个空位置。接下来呢，我身边坐谁呢，都是我来挑。如果你们想让谁来，都可以在我的那个视频下面留言。哎呀，太棒了！所以我们今天既然剩一个座儿，那我们就有请黄圣依。好美哦！公主驾到！见面了，欢迎圣依姐。哎，那么近，那么美。火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圣依。哎，老朋友了，哎呀，老朋友了，老朋友。终于有女孩了。是，各位特工啊，因为哇，你们话好密，我都听不见谁在说话了。啊，是我，现在是我在话。现在是杨迪在说。您觉得你有什么能力在我们火星？我觉得是忍术啊。忍术。刚刚说了，因为你们这么多人在说话，我都听不见了，然后我要平静下来才能够。很吵哈。对。特别稳定，处稳。谢谢您啊。谢谢我。让我们整个这个特别炸的气氛，能够中间有一些中和的地方，多好啊！好，那咱们来介绍一下咱们的特工朋友们吧，来吧。首先要介绍这一位，
我们短视频赛道的王者，要一个人带火全家的张彩玲女士。大家好，我是彩玲，我是一个短视频创作者。火星情报局听说这个现在长视频都需要短视频来带。哇，好嚣张啊！啊，对，我来这一次，导演组说也不用说什么有什么别的任务，就是说在这个娱乐圈呢，主要带一带老薛啊，带一带小张、小杨。哇哦！啊，就这点任务啊！谢谢大家支持。反正我们录一期节目，帮我们出800个短视频，好不好？就靠你了啊！哇，下一位，王子红凡。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啊。哇，黄子，我们俩推荐你，你不要垮掉啊！好，没问题，我努力。期待。今天见到各位副局长们，大家也可以叫我这个局长子。哎，局长子没有。其实是想，这个离副局长的这个距离。谁是父亲？我们是副局长，不是父亲。太客气了。但是其实说这么多都不重要。今天其实我先谦虚一下，我觉得来到这儿啊，这个所以说啊，今天我来这儿最主要的说话要这么快吗？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啊？嘴是租来的，就是一上来，因为我害怕万一就是你们仨随时有可能就是进来。哦，我们绝对不会打断你的，你相信我们好吗？好，你就说，真的你说，好，你说。其实我们认为呢，肯定不会那个，对。你也不要老相信我们，没事，你说你的，保证你的完整性。我想向各位副局长们来申请一下，介绍接下来的这位重磅来宾。哪一位？首先，您请起立。各位观众，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我心目中中国古典脱口秀的天花板 ，sketch 文本创作奇才，国内脱口秀专场数量保持者。喜剧赛道的终极卷王，我心目中的喜剧之神教主刘洋。哇哦！我有一个问题，什么是古典脱口秀？我也没听说过，我们都不懂，我们5个从事的是什么行业？没有，形容他的年纪，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从今天开始，黄子红帆就是我的义父，义父，以后心里委屈了找我跟你说专场。大家看黄圣依老师的这个表情，他皱着眉头，什么破玩意儿？这什么呀？这么近着看小品啊？黄圣依老师这个表情，我在屏幕里似曾相识，对吧？这是我上次那3块钱买的里边有这表情，这是，经常有这表情。虽然，但是我觉得教主呢才得了第5名。说实话，对，这个名次我不认，大家认不认？我认。我不服啊！大家好，我是服了的喜剧演员刘洋教主啊，谢谢大家。然后主要是那边每一个名次都比我高。今天要以1挑5。哎，没问题，天花板在这趴过谁，对吧，教主？咱们提案吧，要不然继续介绍吧。来，大老师来介绍介绍，好不好？那么下面这一位，他要是说他是脱口秀的第1，别人都会说你疯了，知道没有？但是他确实夺过我们的初代大王，就是我们的庞博。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喂，你这套衣服穿的我们都散光啊！我跟你讲，哇，好闪，好闪，好闪！你不出来跳舞，我都觉得可惜哦！我天哪，我这衣服真的穿的好累，我这衣服重达15斤，哇！那么庞博今天之所以能来呢，是因为咱们优酷啊对庞博之前的呼吁做出了回应，那要把2个脱口秀节目的朋友们汇在一起聚一聚。你干脆就每周2边各选出来一个最厉害的。然后他俩 PK 一下，而且我已经把我这个 idea 准备卖给那个第3方的平台了啊！观众看完最后也会说一句优酷。但我觉得今天做的还不够彻底，因为我发现还是有非脱口秀演员。啊，行，我马上把刘维请走。来，我走。请离场，你们都啊。
我也走了，走吧，我走。那我走不走？我也留着，你可以留着。先留一留啊，难得来。因为这是咱们这个初代大王嘛，下边就是咱们这一届的大王。哎呦啊，他们就是我们的漫才兄弟。都是冠军啊，对不对？对。现在谁的费用贵啊？这个，毕竟他们是2个人，对。哎呦，有道理啊！来介绍一下，对。大家会有点尬，帮下忙啊。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浩伦。Hello， 大家好，我是谭湘文，我们是漫才兄弟啊。哎呀，我们从小就看《火星情报局》，喜欢看《火星情报局》。对，现在就是去火星情报局了啊！我们模拟一下这个感觉。是现在打断吗？不是，还没到，现在不打断啊。好，火星情报局到了，嘎叽的。你好，我是何炅。哪有何炅了？这里面啊，大哥，这汪涵是吧？那是我是汪涵。没有汪涵，现在要打断了，现在打断，不要说了，没有了啊！哇，好敷衍一个事情。哎呀，那么下一位呢，想跟各位介绍一下，在我心目中，每次看他演出的时候，我都会笑到自个儿抓头发，他简直太搞笑了。他就是我们的毛豆。大家好，我是毛豆。感谢大家，我也是脱口秀厂牌的一员。其实，在搞笑这方面，我也是不能跟对面的特工比，尤其是教对面的教主老师，我毕竟也只是第3名，2次。他才第3，他才第3。下一位是我们的哈哈曹。对啊，我是哈哈曹，我是那个滇军，我是第4名。他才第4名。好的，全员到位了。那当然了，火星情报局呢，本期的会议呢规则呢有一些的变化。首先呢，我们推出的新的特工，每一位特工都要有一个提案的，要有梗，又要好玩，还要有意义了。观众投票选出我们最后的王牌特工。虽然最终的决定呢，王牌特工呢是观众投票，但是我们3位副局长也有一个特殊的方式呢，可以表示我们的认可。来，把它拿出来。阿卡潘达呀，西娃娃，这是什么？知道吗？这是个垫子。如果你们谁讲得好，我们就会把它往他的屁股下面这么一塞，他就会高人一等。哎呦，显示你的厉害！我们一共有9个哦。对，讲得好就给他垫起来，有可能有1个人独得9个，直接冲到那个顶上去。我的天哪！哎呀，哇塞！除了这个还有一个什么的？是的，因为大家呢都会担心，有时候自个儿说的万一垮了，万一说的大家不喜欢怎么办？没有关系，咱们给别人台阶下。您看，我们准备了一个台阶这么一个台阶谁要是说一个笑话，哎呀不好笑垮了，给自个儿下个台阶哎呀，太棒了，尽善尽美的一个节目。好了，那我们全员到位了，同学们，我宣布火星情报局第7季第1次会议正式开始。因为你是刚刚进来的副局长，我刚刚进来，对啊。你觉得应该让谁作为我们今天第一个提案？因为台下的每一位都要提案的，今天。是的，你看那一位已经开始耍孤独了，不知道他为什么，全场的灯光都想照耀他。谁啊？他就是我们最闪耀的黄圣依，旁边的刘伟。大家都知道我提案的风格，所以说我发现太浮夸了吧！我天，演唱会的观众真的非常累。为啥呀？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去看过演唱会吧。以前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其实主要就是戴着耳朵，但是现在我们看演唱会不只要戴耳朵了，是不是？也要带妆啊！有道理，对不对？出门得美美的啊！对，因为说实话，现在作为观众其实不容易，因为经常一个不小心，那个 concert 的那个镜头啊，就会 take 到你。concert。
就是一个不小心 take 到你的时候，其实又惊喜，但是心里又慌。而且现在镜头经常 take 到很多人的时候，大家都做足了准备，比如说有求婚的，有求吻的。但是呢，其实演唱会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演唱会的歌手都会请朋友来，对不对？所以说中间会有个环节，大家应该也都看过吧？对。然后其实在座的包括大老师啊、老薛的演唱会我都看过，然后杨迪因为没有演唱会，但是我经常去看，然后对互动。比如说薛之谦的演唱会一直 Q 我们那个北京摊。我都搓到地上去了。我看了很多人演唱会，但是让我记忆犹新的其实是去邓紫棋的演唱会。当时去邓紫棋，我是跟沈梦辰一起去的，然后沈梦辰带着他的那个同事尖尖是崔健的朋友，尖啊。当时邓紫棋的演唱会呢，下着大雨，沈梦辰真的很厉害呀。因为那天下暴雨，他带着雨衣。哦。但是你知道吗？那是磅礴大雨哦。庞博来了。庞博，你干嘛？什么啊？你好。你好，我是大鱼。刚刚这个握手是为什么？好奇怪，Q 到您了啊！然后马上就要到了 Q 环节了，因为那个邓紫棋已经换上婚纱了。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看到沈梦辰突然间就是不听歌了，顿时间就拿出了粉，完全不听邓紫棋在唱什么歌这样。啊。在雨里头补妆啊，而且还在下雨啊！这补出来的都是泥哇！没有，弄完以后直接兵马俑。对，因为水泥加水泥。沈梦辰一边补还过来跟我说：“维维，我可以吗？维维。”那一段基本没有听邓紫棋唱歌，然后终于到了邓紫棋 Q 了，突然 Q 到了沈梦辰，然后沈梦辰说：“大家好，我是梦辰。”然后我们其实氛围都非常好，然后到 Q 完梦辰了之后，然后就开始 Q 那个鹿晗，然后突然间镜头给到了尖尖，他的同事，然后我们当时是以为一扫而过，后来发现镜头不走了，对着他拍，一直在真真的脸上，然后邓紫棋一个人僵在这，再来一个，你是谁呀？然后我当时想说怎么办，后来我突然反应过来了，真真坐的是我的座位。天哪！哇，伤人了！等一下，也就是说邓紫棋根本就不认识谁是刘维，不是邓紫棋不认识，不是我，好伤人哦！是转播老师不认识我啊，真的假的？所以说那个时候镜头就在真真的脸上。叫着尖尖的时候，哎，刘维你也来了，就好尴尬哦。对呀，所以说就是台下就静止了，然后现场就安静了，然后真真突然看到镜头说，哎，怎么是我？然后真正的气质是跟你不一样的，是吧？跟我还蛮像的，怪不得会认错。其实说实话啊，虽然来看演唱会的时候大家都是有备而来，但是我没有想到我来看演唱会的时候，老薛对我有备而来，因为在那个演唱会快结尾的时候，他还帮我宣传他给我写的《藏起我》。他来我演唱会嘛，我说哎帮他打一个歌，结果我打歌的时候他走了。不是，好辜负人。没有，提早走了，我知道，绝对去看邓紫棋演唱会了，对不对？没有，大家这么好朋友，凭什么早走？耿耿于怀，为什么早走？这么难看吗？因为我旁边坐的是岳云鹏老师。岳云鹏跟你一起走了。岳云鹏老师说这么大雨可以走了，因为岳云鹏老师说看过这么多场演唱会，我们都要提前离席。岳云鹏说 Q 也 Q 完了，可以走了。对，我们的任务达到了所以才走的。但是我走到门口我就听到了，然后我还在回头一边拍一边走的。我跟你说，我都是看到最后。真的是啊，你骗人，你也提前走了。我看到最后的，看到最后了，因为你最后没 Q 我嘛。你没有 Q 过我哈？没有，我是看到了最后。很多艺人的朋友来我们演唱会的时候，确实他们在最后一趴是要提早走。为什么？因为如果他跟大家一起散场的话，他就会被围起来。对，一般都会安保会提前，就快要结束的时候会请走一点。有的时候会被轰安保会来轰的。会的。看到一半嘛，或者有人问岳鹏，走，去干嘛呀？因为他怕你结束的时候引起慌乱。滚出去！别趟滚了，滚出去！没有这么严重，没有礼貌了。但是我跟你讲，我虽然老去看演唱会，但是杨迪比我还厉害。杨迪可以一个歌手的演唱会看2次。哎呀，还不止。
反正我确实经常看演唱会，杰哥的演唱会看的最多。我当时在长沙场的时候，我就跟何老师一起去的嘛。然后我跟何老师中间还坐了一个何老师的亲戚，网友看到之后还说，你看连杨迪和何老师都买不到联票，就当时还说这个一票难求的感觉。后来杰哥那个北京演唱会，我跟刘维又去看了。对，他跟我一起去的。去之前的前几天有很多热搜，他不是有那个互动嘛，就唱歌。你喜不喜欢这个演唱会？人家也没唱到这个程度吧？你这是在什么玩意儿？电音那个电音互动，你们看到没？明白。怎么样？这个演唱会好不好玩？下面的人说好玩，好玩，什么东西啊？电音河南人。最后那个麦传过来以后，不是传到我就电音了嘛？电完以后，我就传给左边的于文文，让刘维就坐在于文文的左边。我想要来了，我来了。刘维已经准备好了，来。结果于文文是这样子，于文文传完以后，他把麦往回递，我不唱了。接下来和谁想互动？我把。刘维，你当时心里想的是什么？想打他。没有。当时是确实是内心有点失望，但是后来想想也行了，躲过一劫。然后整个互动我电到了，他没电到，就是这么个事儿。是的啊，讲完了。我还有一个朋友嘛，叫王啸坤，你们应该知道哈。那当然了。哎呀，知道，可有意思了。他就是有一次演出演特别开心意爆了。他在台上就已经不管，因为音乐节嘛，哗把衣服就脱了。脱了以后，因为他一脱的一瞬间，已经刚刚脱掉耳机里，就说马上穿上。哇，这么厉害吗？真的一套连招，就马上脱，马上演，因为还是有些限制嘛。这个纯救场的我以前演过，就是商演跑太多之后，完全忘了地儿。比如今天来到西安了嘛，一上来就说，星场的朋友们，没有你们西安的好。弄乱了这种都会有啊。对，好嘞。所以呢，我这个提案是有原因的，因为我觉得呢，现在的歌手啊，光唱歌真不行。所以我幻想了一下，如果今天这几位歌手在这个舞台上拼盘演唱会，我觉得应该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表演方式。接下来的拼盘演唱会，原歌手都不出场。大家叫的太早了。对，这个拼盘演唱会是刘维一个人拼，自己拼自己。我是要先把他们的歌拼在一起，然后让他们看一看。如果他们觉得好的话，未来你就可以演唱会上看到2.0版本、Plus 版本。大家期不期待？刘维要唱歌了啊！好，王子帮我一下吧。好，杨迪老师也帮我一下吧。哎呀，别假了，我们排练过的。排练过了，好。练了4-5遍，不要整得好像即兴的一样，这个一看就不即兴。来，没事儿，你就电音杨迪嘛。我来了。老师，我可以了。来，这一看就是即兴，这灯光。不会有即兴配乐吧？哇！从前有一个男孩爱上了一个女孩，终于他鼓起勇气想对她说。你是？我是一颗糖。一个什么糖？我是一颗糖。一个什么糖？我是一颗活力四射、朝气蓬勃、五彩缤纷的跳糖。跳。流血了，你没事吧？怎么能哭呢？一切会好的。一切都去吧，你就得想着。没事儿，你家在哪儿？我帮你叫车。我的家在你心里，在我的心里，那不如就叫滴滴吧滴滴吧。我为什么要在对面看这个表演？我想去那面。你好像一个人，我像谁？像天一样求之不得。这么准。世俗里的名字重要了。怎么了？他是谁？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还要我怎样？又怎样？你突然来的关心就够我悲伤。为情所困。不要再为情所困了，我们都要快乐，好不好？好，一起跨
起来，跨起来，家家都张灯结彩，每天都逍遥自在。跨起来，跨起来，新一年超级精彩，快乐会无处不在。刚才这个演出的名字叫做什么？多重人格障碍，是不是？我好伤心啊！这么多环节，竟然你们不找我排练呢？啊，没有找你是不是？原唱我们都没有找，好过分哦！我觉得为了这个秀，我得先给刘伟一个哦，添一个。刘伟，你加上一个，刘伟很用心哦。你的开场秀剪这个伴奏都要剪1天哦。来，就是这个，来，哎呀，来垫一个。我也可以游泳吗？好走，给大家打个样嘛，对不对？对，我想看到你怎么演，后面的人怎么演。比如说黄圣依该怎么办？他不在乎，我在乎。太炸了，根本接不住。微微给今天的所有的新人呢开了个好头啊！那么下一个提案来自教主，是不是？来，教主。天，哎，好。是这样的，各位，因为我第一次来火星情报局，所以我希望大家能不能多给一些鼓励，好不好？给一些鼓励，好吧？可以吧？天花板，可以啊。天花板，我可以拜托现场的观众，一会儿我讲的每一句几乎都要笑，好不好？每一句吗？好，谢谢，好 ，OK。然后咱们最好第一，就别了，真的很认真，很认真。这句先不用，那个大家也需要冷静一下。太不冷静了。我给你解释一下我紧张的原因。我的稿子第一句就是我最近在追一档离婚综艺。没事。我发现，结婚其实也需要冷静些。我最近在追一档离婚的综艺，就不告诉各位是哪档了。不是，教主，你已经很久没往这边转了。不敢转。这边有一些杀气。这档综艺每周4更新，所以它重新定义了疯狂星期4，各位知道吗？火星也是周4、周5播出。这综艺气死我了！这综艺，我每次看完了之后，我真的头都变大了。比我头更大的是我的乳腺结。别人看到我都问：“哎，教主最近胸肌练得不错，是健身了吗？”我说：“不是，我最近在追一档离婚综艺。”然后是这样的，就是我看那个节目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如果大家因为离婚这事儿搞得很不开心，那不如最好结婚的时候大家能稍微冷静一下。而且我在想，结婚不冷静是因为有一个原因，我们很多时候问那个结婚的誓词，他问的太笼统了。我觉得结婚的誓词可以问一些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真实情况，比如说你司仪就问嘛，请问你觉得你配拥有一杯咖啡吗？请问你觉得你配活在他的心趴上吗？没事儿，什么这个数是一样的，这个数是一样的，没关系，不理啊，我保护你，保护你。没事儿，没有多大危险，聊我自己的事儿。我发现现在各种事儿可能都有冷静期，
哎，过程是这种，就是我当时刚结婚的时候，您说说，我结婚的时候，然后去结婚登记的那个地方，差点就被里面正在办离婚的人，然后给劝的这个冷静了啊！我当时以为里面全办的是结婚，然后没想到里面还正在办离婚，然后我一进去，他在劝里面的那2个人不要离。他说：“我觉得你们的感情还没有到这个地步，要不要再好好想想？”我再仔细听，然后里面说：“哎，我这一个章盖下去，没有一对夫妻是幸福的。”我说：“这么严重吗？没有一对吗？”然后再来，他说：“哎，别的我不劝你了，我就一句话，你想想孩子。”我说：“不结了，不结了，不结了，不结，结不了了，结不了。”而且我最夸张的一个发现是，我发现从我妈的嘴里，神仙也是有冷静期的。我不知道各位过年的时候，爸妈会不会告诉你那种事儿？我过年，反正我爸妈绝对不允许我说死字儿。哎，就无论怎么搭配，我说妈啊，我饿死了。我妈说，哎，说什么呢？不许说死字，快说呸呸呸！哎，这个也很奇怪，各位，就是说呸呸呸可以解除诅咒。那哈利波特还写啥呀？伏地魔跑过来啊，瓦达看大瓜，然后一堆人呸呸呸。伏地魔说这是什么？这是东方魔法，这是什么？而且我每次是这样的，就是我只要说完呸呸呸，这事儿就算结束了。我说怎么这呸呸呸是给神仙的一个冷静期吗？感觉神仙在上面倒数，哪个小孩说死字儿，哪个小孩说死字儿，饿死了，他还说死的，带走他，5、4、3，呸呸呸，哎！小孩挺会呀，给我整冷静了。所以我发现很多事情都有冷静期的，但是在这个地方要提醒各位，我虽然拿结婚举例子，但不是告诉各位结婚不好，而是你做任何事情，如果你有一个冷静期，你相当于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对别人的人生负责。希望大家能多多的在每件事上都有冷静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感谢，感谢。我非常支持我们教主说这个要有冷静期，然后要2个人要知根知底儿了之后才能真的在一起，怎么样？我跟我太太因为我经纪人嘛，然后但是这是正式约会，其实约了好多次之后，她那时终于跟我说啊，今天晚上就别走了。哇！我在他们家门口睡了一宿。其实确实，这个结婚之前交流更多之后，这样就特别的平稳。对的，对的。反正婚姻嘛，本身就是2个人的事儿，当然冷静的做出自己的选择是最好的事情。对，没关系，因为有爱就要去追嘛，是不是？是的。行，下一个天了，欢迎脱口秀的初代大王，庞博老师来接啦！走你，欢迎！来，对的，大家好，我是庞博。初代大王，我发现。今天的发现是，综艺节目的观众是全世界最聪明的观众。哎，我这么说也不是为了讨好现场的各位啊，是我真实的感受，因为大家已经看了太多年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了，对于节目组啊这些手段啊套路啊都太了解了。手段还有手段，你只要一个人出现在镜头前，大家一眼就会看穿这个人，比如看穿呐。对啊，看到现在你就应该知道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在讨好观众。人类就是喜欢看那个真实的东西，喜欢看那种下意识的反应，因为这个真实的东西才决定了我们是人类嘛，才不是什么没有感情的神仙或者什么动物之类的。对，你想现在大家都喜欢刷那个短视频，对不对？我特别喜欢的一类节目，也有好多朋友特别喜欢，就是那个中老年朋友的相亲节目。哦，对。它其实本来也是电视节目，但做成短视频，我特别喜欢看，因为特别真实，就是一个大爷站在那儿，然后大妈出场就问你退休金多少？你找我是不是为了找个人伺候你是吧？你岁数比我大10岁，你这个身体还行不行了？啊，很热。年轻人谈恋爱流行那个推拉呀、拉扯，没有欲擒故纵啊。对，老年人就直接抱身。我觉得就是年轻人的恋综里面。很少出现这种真实而直接的问题。
所以我就在看这些年轻人的恋综，为什么这么多年这么多恋综没有人一个嘉宾敢问出一些真实的问题，是吧？你就问他，咱俩是不是就是商业 CP？ 你那个本来的对象介不介意你跟我炒 CP？ 哇，听懂了哇，太好了！咱们这个 CP 没有红利了之后，能不能及时分手，然后就别动真感情，是吧？这多好看！我建议大家就出这样一款恋综，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叫《中国合伙人》啊。我最近最喜欢的恋综，跟大家是一样的。我现在每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看他。我看这档节目甚至有一套固定的流程，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恋综都是周4和周5更新，所以我要提前3天开始吃轻食，吃减脂餐，把我自己整个的状态搞得非常厌世。因为我看节目那天晚上要点一堆垃圾食品。看节目之前，我下午还要提前去适当的运动，把我那些什么多巴胺啊、内啡肽啊、什么皮质醇调节到一个最高的快乐水平，然后我打开那档节目，然后把我气个半死。前几天甚至我还发了一个微博问的，非常开心，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真的让我充钱。我实话实说，我特别想去他的观察室。你在观察室一定会比普通观众看到更多的内容，哇！我一想就好刺激，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人就是喜欢看真实的部分。你想我们平时看节目是什么样的？看的贼细，拿个显微镜在那儿一直暂停，一直暂停，一帧一帧在那儿分析，从那个各种马赛克的形状里分析它到底挡住了什么。有共鸣，有共鸣，有生活。但是观察室里看的几乎是没有马赛克的版本，哇，特别好。它有一点。他在每年这个节目正在播出的时候，都会成为朋友圈里地位最高的人。你出去吃饭，桌上的鱼头永远都对着你，因为不管本来聊天的焦点是什么，大家在聊什么话题，你只需要抠着手在那说一句：“哎呀，就那个谁在节目里，哎呀。”然后所有人都会安静下来，然后你低头，你前面的杯子已经有人给你倒满可乐了。所以我今天非常羡慕的一个人是武艺啊，对，因为武艺，我们夏天的时候还有迪哥，我们一起在录另外一档节目，然后大家就在闲聊说，那个录完这个节目之后，咱们去干嘛呀？有什么其他的工作安排啊？互相可以联系一下。他说啊，我可能要去录一个节目啊，那档节目，我可能要去录一个观察室。我当时就好羡慕，我说为什么他可以去？他好像还没有结婚，对不对？我记得武艺没有结婚，对啊，他怎么会去？然后我就非常羡慕，然后我就看节目，看完之后我就明白了，哦，原来他的朋友在这个真人秀的录制里面。我就好生气，我的朋友为什么这么不争气，是吧？明明在这个情感不是很顺利这个赛道上，脱口秀演员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各显神通。对，那尤其前2年，为什么到了关键时刻没有人站出来了？我说，请大家不要偷偷摸摸的分分合合了，好不好？大大方方的。但确实，大家现在看节目手段真的太多了。你看，你可以开弹幕看，你可以找朋友一起看，你可以大家一起聚餐的时候看，看完还要去小红书发 report。去 B 站看一个剪辑，还有 reaction， 还有听解说，是吧？就为了就是发现那些别人没有发现的细节。我就这么说吧，就所有综艺节目里没有一顿饭是白做的，没有一个白眼是白翻的。这没有人发现没有关系，将来总有一天有人会发现的。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不会错过任何一个作妖的瞬间，是吧？营销号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包括火星这样的节目，我们虽然做到第7季，也要不停的创新，不停的做新的东西？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综艺节目的观众是全世界最聪明的观众，对，眼睛是雪亮的。谢谢大家，我们谢谢。勇敢磅礴，勇敢说哈。其实我算是录综艺节目录的很多的一个人了，但是有的时候确实观众朋友会逐帧分析我们录制的节目。对啊，其实录制综艺节目也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很多时候我也挺冤枉的，但没办法。打个比方，跟那个刘维录这档节目，录的时候一切 OK， 我们还开玩笑什么的，但可能在播出中间那段时间，刘维出点什么事儿之类的哈。你别咒我行不行？不，打个比方，不是大事儿，就那种小事儿嘛。小事儿也不行。一些那种。就是是是非非说不清的那种感觉，说小说大就大，现在这事儿啊，说大就大。其实刘维是有事儿，没有任何事儿哦，没有，本来就没事儿。然后
结果在播出的时候，我的每一句玩笑话都被网友解读成：你看杨迪肯定知道点什么。这个不能怪观众，你长得就像知道点什么的人。我只不过开玩笑的时候，眉眼之间稍微猥琐了一点。你当时去，所以总而言之，就有的时候。事情可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复杂，看大家怎么理解吧。如果你把综艺节目当成一个可以让你开心的，那它就是一个让你开心的节目。如果你怀着一个审判的心去看一个节目的话，你确实会看得自己很憋屈。我的宗旨就是综艺节目就是让大家开心，希望大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把我们的玩笑都会觉得我们不是专门去冒犯别人，而是我们真的是让大家开心。至少我出道到现在，每一句话真的不是想要去得罪谁，真的，我就是想让大家开心。除了刘维，好难解释。总而言之就是，我真的没那个意思啊。大不了你们要骂我，我那几天不上网。好，就说到这了。杨迪有很多高情商化解的时候，真的，对不对？还有什么高情商？黄子高情商来。哎呀，我还好了，太高情商了。没有，对，黄子高情商。没有。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想让这个氛围和气气、开开心心嘛。但我其实最主要想表达的是什么呢？这次因为申遗姐姐专门来到这儿，那很多小伙伴、现场的朋友们，其实应该跟我一样，都很喜欢她的作品，对不对？对。谢谢。小的时候会说，为什么申遗姐姐笑起来会如此纯净又甜美？为什么呢？尤其一笑起来呢，露出的2颗特别俏皮的小兔牙，微笑的秘籍，对不对？对，没错。每次有人说我笑容甜美的时候，我就会偷偷的告诉他这个小秘密。没错，就是这位有200多年专研个护经验的老朋友高露洁首款专效抗牙结石牙膏，它就像是我首次以火星特工的身份潜入火星情报局携带的一个秘密武器一样。独家竞购配方3倍抑制牙结石再生，宅家也能享受高效的洁牙体验。真不错。哇，刚刚这个是黄子的高情商时刻，我都快忘了。问一下刘伟好了，综艺节目录了多年，观众是不是越来越有自己的审美了？你觉得？对啊，我爱看恋综。又说回来了。好，谢谢大家。其实爱情是很美好的事情，然后也希望大家就是除了有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之外，也可以共享幸福。吓我一跳！我要共享别的东西。吓我一跳！等一下，什么呢？不是，你疯了？没有共享幸福啊！不是，没有，是因为有的时候看别人谈恋爱也像自己谈恋爱了一样啊。我们年轻人都叫磕糖、磕 CP 啊。怎么样共享幸福？看人家恋爱的时候，下来我来。哎呀，看人家幸福和快乐，我们也能感受到快乐，对不对？啊，好，算圆回来了，可以。那下面哇，黄子弘凡提案不难，看一下黄子有什么提案。我发现留学生呢，最重要的是要把命留好。留学生把命留好，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留学生嘛。对，我的大学我在国外留学，平时在学校，下了课啊，然后或者说是周末放假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那种死宅，我比如爱打游戏。我跟你讲，这种经历我有。你是在国外留学对吧？哪个学校？波士顿。啊，波士顿哦。对，波士顿是学校啊。伯克利。对。哦，伯克利啊。大家一般都先问城市。我也是不出门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穷。没钱出门。对，差不多的，对，没什么钱的，对，但是有钱打得起游戏。那是肯定。当时反正在跟朋友正常打游戏嘛，我们就是玩那种4人背个伞跳下去，然后就捡装备，然后一起这样子的游戏。超级玛丽嘛，来。Eat chicken。就吃鸡嘛。对，没错。然后当时反正在跟朋友正常打游戏嘛，我自认为有一点游戏天赋的，我听声辨位能力还是不错的。一般上听到枪声或者怎么样，我基本上1-2秒内我就可以找到那个点位。那天我发现左后方有枪声，转过去我发现好像幻听了，后来我发现还是有枪声，我找了半天，朋友说到底哪个方向？哇，耳机一摘，哇，在我家楼下6点半方向。当时那个过程很迅速，我当时马上摘下耳机丢到桌上，趴到窗户旁边。当时7层楼，我看楼下是这样子。你疯了？你打开窗户探头，你看呀。
不是没打开窗，我在窗户边上这样子偷偷的窥望，就偷感爆重。你打开之后，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不要再打了，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世界和平，好奇怪啊！我们当时有几辆车歘跑过去，我第一时间判断他们是有几个那个 gang。当时那个车到那了以后，他们就马上有人下来，然后就人躲在后面，然后就枪在那个地方 bang bang bang， 然后开车。然后结束了以后，他们就又上车又跑了，整个过程应该就10几秒钟时间，但是当时很吓人。还有人吹烟呀，打完之后，过了差不多1、2分钟，因为学校附近嘛，警察来的很快，来了7、8辆大的那种警车，然后就站了一排，他们那种警察拿着电筒就在地上去找弹壳。哦，因为他们要找到那个弹壳，他们就知道是来自哪里，哪个帮派。对，蛋壳也是这个 rapper 嘛啊，没错。找哪个蛋壳？然后当时我就看得正起劲，我就想完了，我这边还有战斗呢，对，我就回去重新戴起耳机，我发现我成盒了已经。当时我就在思考，我说还是不能瞎凑热闹，探头这个东西就已经很危险了。但是你以为在家待着，这个你一定就非常安全吗？其实不是的。我有一天我待得好好的，突然电话响了，我接起电话的那一刻，那边用一个很蹩脚的英文告诉我，类似于这种我被通缉了那种感觉啊。过了一会儿，我实在是听不下去，因为这个口音又陌生又亲切。哦，是这种你被通缉了。然后一上来说你好，我是个老外。我当时我就实在没忍住，我就说 Can you speak Chinese？ 哦，真可以我。然后完了，他就开始说，我看你细不细啊？你细不细？你有诈骗、洗钱啊？他自己把诈骗2个字说出来了。我说听了好多罪名，好多。里面你选一个你犯的罪，然后他最后要跟我核实姓名，因为他就有我的姓名啊。在国外的话，姓跟名字倒过来的，我叫黄子弘凡，倒过来叫子弘凡黄嘛，其实很难念的。对，然后他说你信不信？几逢还房，特别像过年话，祝你几逢还房。几番很呸，你是不是鸡？就是你鸡！我辛苦了，马上就读出来了，再等我2个小时。你这个名儿真的费人中啊，然后一直要这样哈。真的，我就觉得说我的这个名字，哎呀，起得真好，就可以第一时间把这个骗子就可以给他筛选。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就不要来骗我。然后当时收获了这么多的一些经验之后，基本上在家待着很安全。那这个时候呢，有一天晚上我还是太饿了，没忍住，然后去学校便利店，他去便利店，学校对面便利店，我说买点东西吃。以后那天就人比较少，因为天气比较冷。突然我看到一个身影从那个门外晃晃悠悠这样走进来。丧尸？什么丧尸啊？又变电影科幻片？是一个喝多了的那种流浪汉啊。那到这儿确实，我想情景还原一下。我发现在座的其实哈哈草很会模仿，所以说这位流浪汉老外帮我模仿一下吧。因为哈哈草会那 gang 的那一套。好，来，感受一下来。OK， 然后当时，我要 check this，give me some，give me some。他就这样子停留在我面前。我大概懂了，他过来找我要钱了啊，找要钱。那我寻思要钱，我身上没什么钱，我要有钱的话我就不会在家死宅。那我呢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以给到，但我觉得我可以给情绪价值。哇，man，哥们儿也是搞音乐的，多少来说给你 freestyle 来点中文的，咱们最霸气的那种。当时我一上头，我就想到一个最狠的、最有杀伤力的，哟，你的头像皮球，一脚踢到百货大楼。看，大家都会。说完以后，我看着他，他还是这样看着我。我说实话，确实有点害怕了那会儿。哇塞，你当时说的就是这一段啊？就是这一段。Yes， 整个不是论传开了，这边来了一傻子，就是我这边来了一个外国傻子，哎，那你这是像皮球，因为他也听不懂嘛。我觉得给他进行一个文化输出嘛。然后完了以后，我寻思他还这样，我有点害怕了。我觉得算了，我就忍痛从兜里还是掏了10美金给到他了。然后我给到他以后，哇，突然他对我说：“谢谢。” 0.1，谢谢0.1，10块钱。后面那个 Z 红绝对是杜撰的，绝对是杜撰的。
总而言之呢，我经历了所有的一切，我就觉得说，在国外肯定是没有在国内安全的嘛。那我觉得遇事要冷静，咱们保命要紧，把命留好，活好每一天最重要。耶！谢谢。哎，我但是听到这个 Give Me Some， 我就随便插一个啊。那个小苏，你们知道我经纪人是啊，他非常爱炫富。然后他有一天就在那个美国的路上，然后看到了一个黑人，然后黑人就说 ，Wow, your jacket is so cool。然后他就看人说 LV。他觉得外国人好懂他，然后人家说 What about your？ 还没能说呢，说 Givenchy。今天好招摇啊！真的，他真的很招摇。然后那个黑人马上说 ，Give me some， 他马上就吓死了，然后他就把钱给了。我想到那个沙溢哥那个时候出国嘛，在巴黎的时候，他不是英文也不太好嘛，然后到那种餐厅里面就点了一份薯条，然后就没有上番茄酱，就好想点番茄酱，怎么说番茄酱的英文太难了，沙溢哥就说没事我来 ，taxi。酱都没有，不吃了。啥玩意儿？酱没酱，走了。Hello。This。OK， 又上了份薯条。我觉得全世界就是一个大型的你比我猜。对。之前那个去水上乐园想买水枪，不知道怎么说 water biu biu biu， 然后他就给你了。黄子这个提案不错哈，第一次提案还是讲得非常的完整，是不是？是。教主来评价一下吧，你作为他心中的天花板怎么样？我觉得黄子特别有喜剧的这个内核，是悲剧是吧？对，悲剧。大家仔细回想，会发现，就是刚才大家分享那些，可能都是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很困难的，或者是很尴尬的事情。但是当大家分享出来的时候，大家听着还是觉得很开心的。就是当我遇到一些困难、挫折的时候，我想的是，有一天我会笑着把这些事儿分享给大家听，那个东西就不再是困难，而是你生活中的一个素材。每个人就会真的有一个乐观面对生活的勇气。希望大家都像黄子一样乐观。谢谢。不愧是天花板啊！虽然才第5名，谢谢。目前我们这个提案已经过半了，那么中场休息。啊，休息了吗？先休息了啊。